好，那我们接着讲。所以我通常都会下课5分钟，比较短一点时间，但是我通常都会再把时间还给你们，我就可以比较早下课。你们喜欢这样的方式呢，还是我们要就休息10分钟？5分钟不错哦 ，OK 了哈。好，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这 NADH 它就可以借由这样的方式 generate proton 的 electrochemical gradient， 然后最后它就可以叫这个人，这个棒棒糖，这旁边有一个长得像棒棒糖的人，叫做 ATP synthase。什么叫 ATP synthase？ 就是生成 ATP 的那个 enzyme 叫做 ATP synthase， 它就可以用这个浓度梯度呢，然后让 ADP 跟 in organic phosphate group 变成 ATP，OK，、所以一个 NADH 最后它的效应是可以产生2.5个 ATP，OK，、能量是不错的，然后最后才会有一些东西可以把它运送到外面去给其他的细胞其他的地方去使用这个能量。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这个棒棒糖，它为什么今天可以用 proton 这样，喂一下，然后它就可以产生 ATP， 莫名其妙就可以产生 ATP。OK， 它是一个非常厉害，但是也是很诡异的一个 protein。这个棒棒糖呢长这个样子。如果你今天看它的 protein 的 structure， 它就是牵在这个 cristae membrane 上面 ，OK， 或是以前都有讲 inner membrane 上面。然后呢，它有很大的这根柱子。这边通常来说都会是因为它牵在这个 member 里面，所以它都是 hydrophobic 的 alpha helix。OK， 它就有很多 transmembrane domain 在这个地方。那这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轴，然后上面你可能直接看这个卡通图好了。这个卡通图通常都是照着这个一个蛋白质结构然后去画的。OK， 它呢这个地方这中间有一个柱子，这整个是联动的，中间的这个淡蓝色跟这紫色的地方是联动的。OK， 然后呢在这个皮肤色吗 ？OK， 就是 proton 是可以从这个地方进来，然后进来以后，它就会粘到这个蓝色这侧边呢有很多的 proton 的 binding site， 它留下来以后就会推动这一个 proton 的 binding site 这个轴，然后它就开始旋转。OK， 所以这个东西会开始旋转。如果你这个地方 proton 高的时候，拉下来它会开始旋转，然后再从另外一个地方流下来流到另外一边。OK。那流动了以后，这个开始旋转以后呢，这底下有一个凸起来的地方，就是其中一个蛋白质这个地方凸起来的地方呢，它会带动底下有一个波，另外的一群蛋白质。这一群蛋白质呢，它既有你这个，它一直被顶，它中间有一个柱子一直在顶它，它就改变它们的蛋白质结构，就它们就会，等一下我会提到，它们就有这样被顶，然后改变它们的蛋白质结构，最后就会产生出 ATP。OK， 我们再把它放更仔细来看一下，这个中间这个联动的这个整个人是伽马，它会一直旋转，只要你这个 proton 留下来的话，它就开始旋转。OK， 然后呢底下这个是 alpha 跟 beta， 如果你今天由上往下看的时候，这中间这个就是伽马，那个在旋转那个人。然后呢 alpha 跟 beta 它是有3组 alpha 跟 beta， 这样是一组 alpha beta alpha beta alpha beta， 它们是一起作用的。OK。好，那在旋转的时候呢，这个因为它被顶了，然后被顶的它会有一个被顶跟不顶跟中间另外一个过程，所以它会有3个蛋白质结构的膜的状态，一个叫 O conformation， 一个叫 L conformation， 一个叫 T conformation。它会因为这样子旋转的时候呢，它会在这3个 conformation 之间不断的变动它的蛋白质结构。那把它画成卡通图的时候，如果今天是一个 O conformation， 它 stand for open conformation， 这个时候呢，这是一个 alpha beta，OK， 这样一直 alpha beta，O conformation 它这个地方是打开的，所以这个 ADP 跟 inorganic phosphate group 可以进去也可以出去，因为它就是一个开放的、比较开阔的一个空间。到了这个 L stand for loose conformation 的时候呢，它稍微紧一点，然后这个时候呢，它会把 ADP 跟 inorganic phosphate group 可以留在这样一个它的这一个活性的catalytic site 会保留在这个地方，它一定要先把它 keep 住，它才可以把它作用 ，OK， 所以它就不会再自由的流掉。然后呢，之后到一个 T conformation 就是 tight conformation， 它会把这个2个人挤在一起，一挤了以后呢，把他们2个距离一靠近的时候，他们就会自动变成 ATP，OK，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就会自动变成 ATP， 因为课本上面也没讲，我也查不出来任何的机制，为什么你今天把phosphate group 跟 ADP 呢塞在一起，它就自动变成那个 pie 什么 apple， 然后直接塞在变成 pineapple 什么的，就是这样子。OK，spontaneous， 你自己看嘛 ，spontaneous ATP formation， 然后它就开始就变成 ATP 了。对，那之后呢，
它又再回到 O conformation 的时候，它又再流掉，因为又变成一个 open 的一个环境，所以中间这个伽马在旋转，它就 OTL 不断的一直在变动这件事情，所以就会有3个柜台，好吗？那 ADP 跟有 organic phosphate group 就进去，然后被捏成 ATP，然后再 release 出去，就一直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伽马转一圈的时候，会有几个 ATP 产生？3个。OK， 转一圈3个，转一圈3个。OK， 好，而且这个系统是 reversible， 非常厉害。我们做很多系统还不见得人做出来的东西不见得是 reversible。如果你今天这边很多 proton， 它的那一些电子传递链产生很多 proton， 它这样留下来的话，你就会把很多的 ADP 变成 ATP。OK， 可是如果你今天已经产生够多 ATP 的时候，它自己也可以用 ATP 水解当成能量反转，然后把 proton 再打回去。它自己也可以当成是一个 proton 的 pump。OK， 那你们觉得好？来，接下来抢答。这个课本上面的图，你觉得这个课本上面的图哪里画错了？我们今天会有几个课本上面的图，老师画错的，然后就会给大家来。对，没错。它如果转回去的话，它是反转。你这样转，为什么它还是这样转？这个乱画。OK， 它是要这样转，好吗？对，所以我就常常看课本，为什么这样？有点怪怪。对，它就是要反转，所以它转过去是反转回来的，然后它又可以再 pump 回去，所以这整件事情是可以非常有效率。如果今天你能量够多的时候，它甚至还可以帮助去储存更多的 proton 的 chemical gradient。OK， 如果今天不够的时候，它就赶快用这个 proton gradient，然后再做下来。那你怎么验证这个东西真的在转呢？验证的那个人也发了一篇 Nature，OK， 但是他这个状况是模拟现在这个状况哦 ，OK， 就你今天加了 ATP 以后，这个东西会不会开始旋转？那他怎么做呢？他就是把生物里面的 alpha 跟 beta 重画下来，也把这个中间那一根柱子 gamma 重画起来，然后 coating 在所谓的 coating 就让它干在一个玻片上面，会粘在一个玻片上，粘在这个，然后放在显微镜底下看。那你加了 ATP 以后呢，它就觉得它会开始转，可是中间那个一个 gamma 那边转，你看不出来，它是一个点，你怎么看得出来有没有在转？所以它就在上面接了 actin filament， 这个 actin 我们是可以让它发荧光的，所以它就像一个直升机一样在那边嘟，OK， 它就可以开始转，那你就看到这个就是那个 actin 就开始转，你一加 ATP 它就开始转 ，OK， 所以这整件事情是联动的。你今天加了 ATP 以后，这个 alpha beta 它也可以自己就开始有 OTL 开始在那边转，所以它带动这个 gamma， 所以它就开始转。OK， 类似这样的概念。好，给大家看一个 ATP synthesis 的video。基本上这个感觉是在卖 ATP synthesis 的一个广告，你等一下可以看。那些在爬的虫，王虫呢，就是 mitochondria。It's been called one of the wonders of the molecular world, an amazing nanoscale machine. ATP synthase is a high-tech micromolecular power generator inside the cells of your body. OK， 你可以看到它们就不断的一直在旋转。Triphosphate, or ATP, an energy molecule that provides fuel that every one of your cells needs to function. Without this fuel, your cells will cease operation, and so will you. ATP synthase works like a rotary engine. 这些就是 proton 的 binding site， 这一小颗就是 proton。15 protein parts called subunits. The rotator spins around, transmitting mechanical energy into the drive shaft of the machine, which helps make ATP. This drive shaft has a specially placed bump that opens and closes parts as the drive shaft spins around.
This bump opens special protein subunits on the bottom of the machine. 你看这边也是在糊弄，就是那边有电，然后就变成两个连在一起，那个地方的 mechanism 就不是非常的清楚。这样。When the bottom subunits open, a spent energy molecule called adenosine diphosphate, or ADP, enters the machine. The mechanical motion causes the ADP to bind with an additional phosphate group, creating the ATP energy molecule. And the ATP drifts off into the cell, ready to power some biomechanical reaction. The ATP synthase machine has many parts we recognize from human-designed technology. A rotor, a stator, a drive shaft, and other basic components of a rotary engine. The ATP synthase is one of thousands of elegantly designed molecular machines inside your cells that make your life and all known life possible. ATP synthase, an example of intelligent design. OK， 觉得很奇怪，他不能好好讲话的感觉。OK， 好，那再回来这个地方，所以呢，这边是一个概念，所以我们从食物那边来的这些 high energy 就会存在这个 NADH 里面 ，right？ 然后它就会提供给那个 electron transport chain， 然后呢，它们就会产生用它们去产生很多的 proton， 然后用这个 proton 的 electrochemical gradient 呢，可以让这 ATP synthesis， 然后它把 ADP 跟像这个 organic phosphate group 呢给挤在一起，然后变成 ATP， 这个才是大家整个细胞里面最常用的一个能量的形式。NADH 不是 ，OK，NADH 只是一个携带者，然后它最后还是要产生 ATP， 兑现 ATP 才可以让它好好的去使用。OK， 好，那我们这边提到了，刚才提到有3个 complex，OK，1、3跟4。然后呢，他今天用这个 NADH， 然后提供电子给他，又 pump 这个 proton， 接下来的电子会传给这种一个叫 ubiquitin，OK， 这个 ubiquitin 呢，它的化学结构，它是一个化学分子，它不是一个 amino acid， 它是一个化学分子，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6边形的环，然后呢，这底下是一个 hydrophobic 的hydrocarbon tail， 所以它整体是一个非常 hydrophobic， 这是为什么它会一直待在 intermembrane inner mitochondria membrane 里面，它就自己在那边流来流去 ，OK？ 那它当然就会跟这个complex 1跟3之间有比较好的 affinity， 所以它就会去带电子，它就不断的这样一直流来流去 ，based on fluid mosaic model，OK？ 然后它接上电子的时候，它会接上2个氢，所以这个 O 氧跟这个氢之间都会带有这个电子在这个地方，它是用这样的方式呢，当成是一个 electron carrier，OK？ 那大家有一个概念。你今天电子只有在 pump proton， 在电子传递里面，只有在这个 pump proton 的时候才会耗能，它在这个地方流来流去是不耗能的 ，OK？ 它就是布朗运動，或是它有的时候就是靠我们身体里面的体温，然后这外部的这些，它就会让它会自己来流来流去。你这个 fluid mosaic fluid 这件事情其实不需要耗能的，所以它这样子这个流来流去是不需要耗能的 ，OK？ 好，那这个ubiquitin 呢，也叫 CoQ10， 我不知道中文翻译是什么，辅酶 A 吗？辅酶是I don't know。CoQ10 常常可以在这些药妆店就可以买到这些东西。那它当然很多不一样的功能，比如说第一个，当然它就是在 electron transport chain 会有，它可以抗氧化，它可以 prevent 这些 cardiovascular disease 就心血管方面的疾病，或是它跟 cancer treatment 可以减少一些副作用，反正就很神啊，对，但是。就是有的时候营养食品就是你也不在每个人身上的效果不一样 ，OK？ 就据说有这些东西，还可以让你长寿一点，然后还可以有美白的功能等等这些。那通常来说，你不见得需要直接去吃那个药丸，你可以在一些动物的心脏里面 liver， 或是在一些大豆油这里面也可以吃到很多这些 CoQ10。OK， 我前几天才去那个。跟我爸爸去爬山，就礼拜天的时候，然后他就什么有一个老坛什么陈醋什么什么里面，他反正做出一个东西，他说里面富含着人类基本的几十种氨基酸，你所有东西都会含有人类所有的氨基酸本来就会，我随便拔一个地上的植物也会有那几种必须的氨基酸，就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right？ 它那些对就没有任何对，就我看到我还把它拍下来，对，就这个对，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广告是这种，我听到那个很牛逼的东西，然后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就觉得那很厉害。但如果你今天有学过这些东西，你就不会被骗。我们吃什么都有人类必须的20种氨基酸呢、有什么东西吃不到？没有 ，OK， 对。那我爸就不理我，对，OK。对他最爱考我的是什么东西？就是你不是生科系吗？啊，那是什么树？啊，我就对人体比较感兴趣，我对细胞比较感兴趣，那些从来不感兴趣，我就考完试就忘。那行道树，对，类似这样。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能量上面的 potential 是怎么样。一开始这个 NADH 它当然是富含着最高的能量，然后呢，它会变成 NAD plus， 就给第一个 complex one 就 NADH dehydrogenase complex 给它，然后 pump 掉一些 proton， 所以它的能量就掉下来。OK， 掉从这个地方掉到这个地方，这个就是它耗能 pump proton 所需要的能量。然后呢，它会传递给 ubiquitin， 那这个东西其实基本上应该是不耗能的，所以它应该是平的 ，OK， 但它还是去画斜一点，不要让大家这么样 question 它，然后就不耗能。然后呢，又再传给这个 cytochrome BC1 complex 的 complex 3， 然后它一样是 pump 这个 proton， 然后最后再传给这个 cytochrome C， 它是下一个 electron 的 carrier， 一样是不耗能，再传给这个 cytochrome oxidase complex， 最后再 pump 这个 proton， 把它所有的能量都榨干了以后，最后这个 oxidase complex 会把这个 proton 跟氧呢变成 H2O， 然后完成把这所有的高能电子里面能量都转换成 proton， 去把它存在 crystal 的 lumen 里面。那另外一个，我们之前有提到 NADH， 它的能量其实比 FADH2 比较高的原因是，其实这中间 FADH2 跟我刚才是不是提到有 complex 1、3跟4 ？OK， 其实还有一个 complex 2，complex 2叫 succinate dehydrogenase， 不需要去记。但是你今天要去记，就是有一个二哥，它不是一个 proton pump， 它的功能呢是会粘这个 FADH2， 然后让它递给 ubiquitin。OK， 所以它不会帮助这个人。它的那个能量没有帮助到这个人，它的 FADH2 会变成 FAD plus， 然后传递给这个人，所以它就少了这个 part 的能量的贡献度。所以这是为什么 FADH2 它的能量等于 1.5 个 ATP，NADH 它可以产生出 2.5 个 ATP 的原因是这样子。我看这个地方我有背错吗？好，因为它少了 complex 1， 因为 complex 1不认这个 FADH2。FADH2 它只会认 succinate dehydrogenase， 然后它会传给 ubiquitin， 所以 ubiquitin 只能够再传从下游这两个 complex 才是它可以去作用的这个能量可以发展出来的地方，所以它可以产生出的 ATP 是比较少的，是 1.5 个 ATP。OK，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cytochrome C， 这个是 protein 还是不是 protein？ 我跟你讲，我就很 care 这种事情，这个是 protein 还是不是 protein？ 因为你如果知道它是 protein 还是不是 protein， 或者它是 DNA 还是 RNA， 你看待它的角度就会不一样。OK， 你的空间大还是小？你可不可以进去那些？这个在细胞生物学上面，我觉得是非常需要 care 的。分子生物学或是生化的时候，它不需要 care 这些事情，它主要是那些 reaction， 我最恨的那些 reaction。OK， 但是细胞生物学的时候，你常常就是要看我有没有办法进到那个地方，我在那个地方做什么事情。在 cytochrome C 是蛋白质 ，OK。那 ubiquitin 呢？不是蛋白质，它是一个 chemical。那这个蛋白质，你看又有 alpha helix 等等这些蛋白质氨基酸的结构。然后呢，它为什么可以 carry 这个 electron？ 是因为它中间有一个化学结构叫 heme，H-E-M-E。然后呢，它中间有一个铁离子。这个 heme 呢，这些化学结构里面，这底下都是靠它的 cytochrome C amino acid 的这个 side chain 呢，然后让它卡在这个地方。OK， 所以它本身 cytochrome C 是一个蛋白质。OK。然后呢，这个铁呢，它就可以，不然是带3正的，它带一个电子的话就变2正。OK， 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也可以带着一个电子的原因。然后呢，这个cytochrome C 它是一个跑在 crystal lumen 跟 intermembrane space 之间的一个 protein。OK， 它还有另外一个功能是什么？如果你今天细胞准备要 apoptosis， 准备要觉得不大妙，我这个细胞准备该死掉的时候呢，它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上游启动 apoptosis 的一个因子
OK， 它本来是在 intermembrane space， 但是如果你今天这个细胞有一个 signal 说，你准备要死了，比如说什么样的状况是准备要死了？有一个状况就是，其实我们身体里面细胞一直都会贴到我们上次有提到的 extracellular matrix 上面，对不对？那如果它今天不小心脱离了那一些它贴着的 extracellular matrix 的话，它很有可能变成癌细胞。那这样子，如果它一旦脱离了 extracellular matrix， 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个机制，它就该死，它就该死。OK， 这个就是一个它就启动 apoptosis 的一个 pathway， 因为它没有碰到那些 extracellular matrix 以后，它就开始启动 apoptosis。那这些 apoptosis 刺激它的时候呢，其中一个 mitochondria 就 sense 到这个东西，然后呢，非常上游的一群 protein 叫 Bax 跟 Bac， 这在 outer membrane 这个地方就被活化起来，它就会 release cytochrome C 到细胞质里面。OK， 平常它是不会出去的，因为 cytochrome C 其实还算蛮大的，它是需要有一个不会自动流出去，它今天要 activate apoptosis 的 pathway 的时候，它就流出去。流出去以后呢，它就会跟这个 APF1， 它是一个 adapter protein 会跟它连在一起，然后变成这个样子。那最后这整个人会变成是一个大的一朵花这样子一个 protein complex 在 cytosol 里面。OK， 然后这个人呢会结合的有一群跟 apoptosis 有关系的 enzyme， 这些通常叫做 caspase。你先不要管这前面的 pro， 就是 caspase。有 caspase 1 2 3 4 一大堆 caspase。OK， 1 2 3 4 5 6 7 8 9，它是什么？它是一群酵素。这群酵素呢，它会切 DNA， 会切蛋白质，会切 everything。OK， 所以它平常的时候呢，它会叫一个 pro-caspase， 就是没有活化或是未成熟的一个蛋白质，叫 pro-caspase。那它的状态怎么样？它的 N 端就会再接着一小段的氨基酸，它这边是画这个灰色这个地方，就是它 N 端。如果今天它平常就是如果有这一端 N 端的时候，它就不会被活化起来。OK， 但是一旦它活化起来，它就切到这个 N 端，它就会从 pro-caspase 变成 caspase。OK， 那它开始就会去切它周遭的 DNA， 切周遭的，它开始杀人啊。OK， 随机杀人，杀掉这边教室里面所有人，什么不看人就杀，最后这个细胞就死掉。它有两个功能，一个就是到处杀人，在教室里面好像不适合讲，到处杀蛋白质、杀 DNA、杀细胞里面这些。还有另外一个功能是什么？活化其他的 caspase， 所以一开始只有一点点的 caspase 会被活化起来，然后接下来就嘣，瞬间它会变成是一个所谓的 positive feedback loop， 就瞬间开始加速，一下子就我还招募着，我为什么脑袋里面都想着校园枪击啊那个，你会召集越来越多人，然后开始会去 degrade 掉更多的细胞里面这些东西，所以很快这个细胞就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虽然它的只是一个 mitochondria 可能启动这件事情。很快，这整个细胞就会死掉，因为所有东西都被切烂。OK， 所以 caspase 可以活化其他的 caspase， 其他的 caspase 也可以再活化别的 caspase， 而且这些人就越活化越多，这是所谓的 positive feedback loop， 而且它会去切掉这些 DNA、RNA 在细胞里面所有的东西。OK， 这个就会是一个 cytochrome C 呢，经由 Bax 跟 Bac， 活化起来以后呢，然后开始 trigger apoptosis 的一个 pathway。它特别 apoptosis， 大家很喜欢给自己发现的这一些机制去取名。那一个脱离了，比如说你的小肠细胞不小心飞起来，它就会死掉。OK， 脱离了细胞外基质，然后死掉这件事情呢，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 anoikis， 叫失巢凋亡，失去巢穴以后就死掉。OK， 就类似这样。因为你不死掉的话，那个细胞就不小心就会变成 cancer cell。OK， 所以我们人体里面就是有一堆的机制可以防止我们的细胞出错。你干脆死掉算了，你不要变成不死的东西，然后在那边害人。OK， 好，那再回到最后一个这个complex 4呢，它就会是电子传递一直传递到最后这个 cytochrome C 的 oxidase 呢，它就会让这个电子呢最后再加上 proton 跟这个氧气，然后变成水。OK， 然后最后它还可以用这样子，然后去 pump proton 到再贡献最后一点的 pump 这些 proton 到这个 crystal 的 lumen 里面。那其实我们人体里面用最大量的氧气呢，其实就在这个 part， 我们就一直产生能量，所以我们需要很大量的氧气，90% 的氧气都耗费在这个 reaction 里面。OK， 所以这个家伙耗了我们90% 的氧气，我们吸进去10秒钟的氧气，有9秒钟都是给这个 cytochrome C oxidase 去把它用掉。OK，
好，那我们来计算一下，这中间的过程究竟可以产生几个 ATP？所以一开始呢 ，glycolysis 它会产生2个 ATP， 一个 glucose 可以产生2个 ATP 跟2个 NADH， 在 cytosol 里面 ，OK？ 那 ATP 是可以进去到 matrix 里面，然后进行 oxidative， 就直接可以利用，所以我们就算它可以产生2个 ATP。NADH 是一个能量，但是是不可以直接运用的。我们最后都要算它可以产生几个 ATP。OK， 这因为细胞大部分的 reaction 都只能直接用 ATP， 它不能够用存在里面的那一些NADH。OK， 所以如果今天在 cytosol 形成，它兑换成 ATP， 它一定要进到 mitochondria。它进到 mitochondria， 本来 NADH 它可以自由进到 mitochondria 里面的话 ，NADH 它可以产生 2.5 个 ATP， 所以它本来应该产生5个 ATP 在这个地方。可它在 cytosol 里面，它进到 mitochondria 里面也需要用一些能量，所以它扣掉2个 ATP， 所以最后它其实实质上只能产生3个 ATP。OK， 然后在 pyruvate oxidation to SDO-CoA， 就是那3个1、2、3那3个一直在转的那个东西，它会产生2个 NADH， 因为已经在 matrix 里面，所以它不会再耗能，它就乘以 2.5， 就是5个 ATP。OK， 然后呢，接下来这个citric acid cycle 或者 oxidative phosphorylation 就会产生6个 NADH 乘以 2.5 就是15，然后2个 FADH2 乘以 1.5 就是3个，然后2个 GTP。GTP 的结构跟 ATP 很像，它们都是 triphosphate， 它只是一个 adenine， 一个是 guanine。OK， 所以它们的能量其实一样，所以一样，最后就是产生30个 ATP。OK， 一个 glucose 可以产生出3个 ATP， 所以如果我今天换成一个 glucose， 理论上它可以产生多少千焦耳？你们大概就要去算一下，那个就很简单嘛 ，right？OK， 一个 mole 的 ATP， 去掉一个，你今天要想哦，一个 ATP 有几个千焦耳？它可以被榨干，所以你还要乘以3哦。陷阱题好吗？如果那个没来上课，他没有听到这个 part， 他就少乘以3，他就错了。听懂我意思吗？你今天30个 ATP 等于多少能量？一个 ATP 去掉一个 phosphate group 是可以提供31千焦耳 ，right？ 你今天它理论上可以去掉3个啊，所以你还乘以3。所以一个 glucose 呢，要乘以它可以产生出30个，你还要再乘以3，再乘以31，OK， 才是那一个它可以提供的能量。好，那怎么验证说这些 proton 的electron chemical gradient 真的很重要呢？这就是刚才提到，你今天是可以直接在细胞里面加一个 drug 叫做这个 DNP。这个 DNP 呢，它是一个 uncoupling 的 reagent， 就是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 chemical？ 它是一个 hydrophobic 的 chemical， 它可以自由进出，穿过这个 inner membrane， 而且它会粘很多 proton， 所以它就可以带着 proton 自由流来流去。而且这是 depends on 这个 proton 的 electrochemical gradient 哪里高哪里低，就没有人在挡它，它也不需要去经过 ATP sensor， 它就自己会带着它流到另外一边去，所以它就可以让这个 membrane potential uncoupling， 就是从此以后再也没有 membrane potential。当加了这个药了以后呢 ，ATP sensor 就没有办法再产生 ATP 了 ，OK？ 那当然也不会有 membrane potential， 这都是可以看得到。那还有做了另外一个实验的科学家，他把一个 protein 纯化出来，叫做 bacterial rhodopsin。这个是在细菌上面的一个 protein， 是一个 ion channel。这个 ion channel 可以让 proton 穿过这个 ion channel。但是呢，这个很厉害的一点是，这个 ion channel 打开还是关起来呢，是靠着光去启动它的。有很多的藻类，很多的细菌呢，它可以去感受到光线在什么地方。它没有眼睛，它其实靠这些对光敏感的 ion channel， 就是平常是关起来的。可如果今天有光线的时候，它就打开来，所以它的 proton 就可以流进流出 ，OK？ 所以这件事情 ，bacterial rhodopsin 呢是一个可以感受到光线，然后改变它的蛋白质结构，所以它有光照的时候，它就可以让 proton 流进来。好，在另外一个，他还准备了另外一个东西，什么？他去在这个牛的心脏里面纯化了很多 mitochondria 里面的这些 ATP synthesis， 在这个地方 ，OK？ 因为心脏就是很需要 energy， 所以它可以从里面 ATP synthesis 一定是高度表达，所以它就从这个组织里面纯化出来。然后它再把这两个纯化的东西都放在一起的时候呢，平常的时候不会产生 ATP，
今天一定要照光的时候 ，proton 从外面流到这个 lumen 里面，造成 electrochemical gradient 的时候，你这个 ATP synthase 才会产生 ATP。OK， 而且你这个时候呢，再加刚才的 DNP， 就是那 uncoupling 的 reagent， 它会黏着 proton， 让它自己流来流去，不用再 care 这个 member 的时候，这件事情又没了。OK， 所以就 double confirm 这个 proton 的 electrochemical gradient 对这个 ATP synthase 其实重要。OK， 有没有问题？没有哈。我会不会教到这一堂课5次教完，然后从头到尾都没有人问问题？好吗？我期待有没有人要问问题，问越奇怪的问题越好。对，好，所以差不多有40% 的 oxidative 的 energy 是可以转换成 ATP， 其实这个转换效率是非常非常高。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车子或怎么样，我们之前提到，你今天加油有90%的油呢都是浪费掉 ，OK， 它磨损啊等等这些东西，因为你今天就是要耗很大的能量，你就是没有办法转换成实际上的作用 ，OK， 所以我们的身体的转换效率是比较好的 ，OK。那我们这边还要提到这个 electron transport chain 呢，它其实它这 complex 1、complex 3跟 complex 4呢，它其实我们比如说 complex 1，它是一群蛋白质聚集在一起，它是一个 complex，that is why they call complex，OK，而且这些蛋白质呢，有一些是从 mitochondrial DNA encode 来的，有些是从 nucleus DNA encode 来的，就是说它的基因有些是从 mitochondria。那你可以看到这底下这个表，这个是 complex 1、3跟4，OK？然后呢，这 mtDNA 就是 mitochondrial DNA， 它里面总共有45个 protein， 有7个是从 mitochondria 来的，有38个是 nuclear DNA 来的 ，OK？ 所以那在 complex 3呢，有1个是从 mitochondria 来，10个是从 DNA 来的，细胞核的 DNA 来的，有4呢，有3个是从 mitochondrial DNA 来的10个是从 nuclear DNA 来的。OK， 最后它才可以组装。你就是缺一不可，你就是2个人，这是为什么他们需要共生的原因。所以当初的这个进来的时候，你的 mitochondrial DNA 其实没有很大，它只能产生差不多10来个蛋白质。然后通常这些蛋白质都是 membrane protein， 都着重在它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这些 electron transport chain 的 protein， 所以它都是 membrane protein。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觉得说这些 DNA 通常会粘在那些 crystals 上面，因为它就在那个地方也可以结合 ribosome， 然后就直接产生 membrane protein， 就直接塞在 crystals 那个地方，就不需要在那边，它就可以很有效率的去 assemble 这件事情。OK， 这是大家给的解释。好，那在核里面的 protein， 核里面呢生成这些 mitochondria 的 protein 以后呢，虽然它是 membrane protein， 你这 mRNA 就 mitochondria 这些 nuclear DNA 会产生这些的 nuclear DNA， 产生出 mRNA 以后，然后碰到 cytosol 里面的 ribosome，OK， 它会产生出这 complex 1其中的某一些 membrane protein，right？ 它是 hydrophobic 的哦。那它怎么运送？它会在 cytosol 合成，然后接下来呢，会有很多的一些 chaperone protein，chaperone protein 它就会黏住这些 protein， 然后让它你不准给我跑去别的地方，然后慢慢的它才会有一些很多 translocation 的 protein 在这个地方把它送到这里面来，再开始 assembly。OK， 你们常常会听到很多的 chaperone protein， 然后它可以帮助 protein 的 folding， 然后减少 misfolding，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其实很简单，你自己想哦，你今天一个 amino acid 的 protein， 然后它不是有很多的，为什么它可以折叠成一个立体的结构？就是因为它彼此之间的造型怪的，它彼此之间的形状，彼此之间的 affinity 是不一样，最后它就变成一个立体的结构 ，right？ 可是你在生成的过程里面，你不希望它这么早开始 folding， 因为它开始你今天才刚做到一半，它就开始在那边乱卷，你可能会影响到后面形成的这个过程。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有很多的所谓的 chaperone， 先把它黏住，你不准太早给我开始做完整的 folding。那些就是 chaperone protein， 很多时候是 heat shock protein 等等名字这些去帮助作用。那一样，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它本来最后是要送进来这个地方的 hydrophobic 的 protein， 因为它是 membrane protein，right？ 它一定是 hydrophobic， 它会在 cytosol 里面生成，可是它会有很多 chaperone protein 把它黏住。然后呢，这些所有要送到 mitochondria 里面的 protein， 它的 N 端都有几个氨基酸，细胞就是会这几个人呢，
就会去认那几个氨基酸，有那几个氨基酸，它就像它的那个邮递区有那几个氨基酸的，全部都给我收进来 mitochondria 里面，它就把它收进来里面 ，OK， 然后那 chaperone 就可以丢掉，不丢掉，就再回去拉别人，不要太早 folding，OK， 这样子的话，它最后才可以在这个里面，然后这38个才可以跟这7个人组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完整的 complex 1、3跟4，大致上的概念是这样子 ，OK， 好。那所有的所以这边也可以提供，就是它是应该这样讲，你今天细胞核里面发生突变也不行，你今天 mitochondria 里面发生突变，最后都会导致你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完整的电子传递链 ，OK？ 而且呢，所有的我这一件事情，我先讲我是政治正确，我要讲政治正确，就这件事情是科学的上面的 finding。跟性别没有关系，好吗？就是说，如果你的 mitochondria 里面的 DNA 是坏掉、是突变的，一定是妈妈的错。对，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的受精卵里面的所有的 mitochondria 只会遗传来自妈妈。OK， 女性呢，她每个月都会卵巢就会产生一个成熟的卵 ，OK， 一个 egg。然后它就到这个输卵管里面。这个时候呢，如果碰到精子的时候，这个精子碰到它就钻进这个卵里面。这个卵什么时候变成受精卵？就是它没有在管什么其他事情，它就是如果今天2个1N 的细胞核里面碰到一个 egg 里面是1N 的 DNA，right？ 它只有一套，然后它碰到另外一个1N 的细胞核，它就会马上开始启动早期的发育过程，然后就开始变成早期的胚胎，我们叫囊胚，然后最后就着床到子宫壁上面的话，你就可以慢慢变成胚胎。所以它只认细胞核，它如果变成2N，它就开始分裂。OK， 这个就是早期我们都知道发育过程。你甚至可以把卵直接拿到体外，然后呢就直接注入另外一个精子的细胞核，它就可以开始直接在显微镜里面就可以开始分裂。这个就是所谓的体外受精。或是试管婴儿，那你当然它分裂到一定的时间以后呢，你可以你通常就会取很多的卵，然后做很多的这些，就是那一些公司就是这样讲起来有点怪，就是打蛋，就一直在注入那个精子的细胞核，一直打，技术打得好的话，成功率就比较高，所以它就养在那个培养箱里面，那就看到过个1个礼拜或者几天以后就可以看到它在分裂，你可以选那个分裂的比较好的那个囊胚，再回去。着床，这样子你就可以增加它早期的这些发育过程里面的这些，减少它失败的几率。这个就是一个试管婴儿的作用的方式。其实不孕症的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OK， 大家以后就会慢慢知道这个问题。OK， 好，那再回到这个地方，所以呢，精子碰到卵的时候呢，你这个卵里面有它的自己的细胞核，还有很多它自己的 DNA。精子它所有的细胞质的东西呢，都在这后面。它前面这个头的地方就几乎都是它的细胞核，所以它碰到这个卵，你把它放在这卵超大一个 ，OK？ 你今天碰到它的时候，它其实注入的只有它的细胞核，只有它的细胞核，其他都会留在外面，所以几乎没有任何的 mitochondria 来自精子呢会进到这个卵里面，所以这个细胞核进到这个卵里面的细胞核，它就马上开始启动后续的开始分裂，所以就受精了，最后就变成各位 ，OK？ 所以你的 mitochondria 所有都一定是来自于当初妈妈的，爸爸没有贡献任何的 mitochondria 这个问题 ，OK？ 那如果今天 mitochondria 当然它的 DNA 有问题的话呢，它就会当然是一个遗传性疾病，就是妈妈的 mitochondria DNA 如果就带有这些 mutant 的话，它就有遗传性的疾病 ，OK？ 就会导致这是全身性的问题，但是通常都会好发在最需要能量的那一些器官上面 ，OK？ 那所以这边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跟 mitochondria 相关的 disease， 在这个地方给大家看一个 video。 Mitochondrial diseases cover a wide range of conditions caused by genetic mutations. In the UK alone, they affect thousands. Mitochondria are the powerhouses of the cell.
They use a process called oxidative phosphorylation to generate energy. But a mitochondrion is a complex piece of machinery, and a lot can go wrong. It takes around 1,500 proteins for mitochondria to function, and problems with many of these can lead to disease. The cell's nuclear DNA creates all but 13 of these proteins. The rest are coded for by the DNA in the mitochondria themselves, and mutations in either can cause problems. A cell has just one nucleus and many mitochondria. All a cell's mitochondria contain their own DNA. If a mutation affects mitochondrial DNA, some might be healthy, others defective. And different cells can have different numbers of defective mitochondria inside them. That means that some cells may be less affected than others. The diseases caused by damaged mitochondria can also be varied. They can affect any organ or tissue, and they can appear at different times throughout life. For example, Leigh syndrome is the most common type to develop in childhood. It can affect patients in a number of ways, including loss of skills, epilepsy, and problems with muscle function. Mutations in over 75 genes in both nuclear and mitochondrial DNA can lead to this syndrome. So what can be done to tackle mitochondrial diseases, like Leigh syndrome? OK， 这边要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如果你今天就是发现，比如说女性，你就发现你的 mitochondria 里面的 DNA 就是 mutant 的 ，OK， 而且你不想要，你还是想要生出一个健康的宝宝，那要怎么做？要怎么做？有没有人要回答？要怎么做？好来。我记得有一种方法是，这个可以拿别人的胰腺体，就是日照移植来的，就是只要出你的细胞就好，然后胰腺体用别人。就是说你 OK， 对，的确现在有非常多的非常流行的一个叫粒线体的疗法，就是把细胞里面的 mitochondria 萃取出来，然后直接注入到患者这里面。我自己现在是不信的，对，我觉得第一个 mitochondria 哪有这么容易进到别的细胞？然后你进去，假设你今天细胞里，我不信的原因是因为假设你今天细胞里面假设有1000个都是坏掉的 mitochondria， 你今天能够成功的移植进到正常的细胞，进到第一个你纯化出来以后，它是非常 mitochondria 是一个很软烂的一个东西，很软烂。我们曾经有做过一些人，你就知道它很软，这种软烂的那个东西。你纯化出来以后，它很多东西都烂掉，就是坏掉了。你中间怎么 keep 它的 QC 很难。然后你最后可以成功的注入，就算你注入到那附近的细胞里面，有多少可以进到那一个细胞里面？可能1/1000的 mitochondria， 一颗可以进去。那你一颗进去，它居然可以让你所有本来在细胞里面的1000颗坏掉 mitochondria 都变成正常。那简直是莫名其妙 ，right？ 你懂我意思吗？就不可能，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不合理的呀。但是你的概念是对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就知道 mitochondria 是坏的 ，OK？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人想好？来，把细胞核放到一个健康的卵子里，然后再让它去跟父亲的精子受精。对，没错。其实细胞核啊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换来换去的。OK， 所以你今天要先找到一个 egg 的 donor，OK， 然后先确保它的 mitochondria 是正常的。然后呢，你 care 的，你为什么会说那个宝宝是你的孩子？是因为他的性状是你吗？这样有犯法？哎，因为现在不是就是如果用就是国内的精子银行或者是卵子，用别人不是不合法。有一些国家是合法的。对啊，那如果台湾的话，像这样做，现在没有开放，对。也不合法。对呀，那台湾很多事情，我不要再讲下去，会被干掉。对，台湾就还没有开始合法这件事情。对 ，OK，
基本上呢，你觉得那个宝宝是你的，是因为它的性状是你的嘛？他才会是你的儿子还是你的女儿嘛？如果他性状不是你，那当然你就不会觉得他是你的小孩。基本上就生物的角度来看，生物学角度就是这样子。所以它的性状100%，几乎100% or 99%，你不要讲那 epigenetic，99% 都跟你的细胞核里面 DNA 有关系。它就是因为那个才会长得像你。所以如果你今天找到一个 egg， 然后里面卵，有人提供捐献这个东西，然后你把它细胞核换掉，那它怎么换？就是拿那一个毛细管刺进去，然后把它吸走，然后再注入进去，再放进你的细胞核，就这样子。然后那个核膜呢，就会慢慢细胞膜就慢慢再融合回来。OK， 你做得好的话，那个就会存活下来。然后这个时候你再注入爸爸的精子的细胞核，它就可以开始分裂。一个礼拜就就分裂，它就1分为2， 2分为4， 4分为8，然后慢慢的就变成一个所谓的囊胚 blastocyst。我们最后一堂课会讲这件事情。OK。那你再注入回子宫，然后再去着床，它就会变得是所谓的带有你所有产生出你自己符合你性状的小孩，但是他的 mitochondria 是正常的。OK， 他们就叫 3 parent baby。OK， 这样不是那个定腺体有一部分也是 DNA 做出来的？对，但是所以你现在这个问题是你的 mitochondria DNA 是坏的。对，你的 nucleus 里面不是坏，你的 nucleus 里面本来就是坏的话，这个方法是不行的。对，因为你就是还会带着过去是坏的呀，好吗？如果 DNA 坏的话，现在有什么样的做法，你们知道吗？如果你就知道你细胞核里面 DNA 是坏的，有什么做法？全身都坏。对。全身都坏了，你已经没救了，对。但是你的宝宝还有救，你我没救，我还可以是合法的吗？啊？这种技术通常还都不合法，就是不合乎伦理，所以不能用嘛。我们现在先讨论，我们没有真的要做嘛，所以我们现在没有讨论合不合法，我们先讨论科学上面我们是。对 CRISPR-Cas，OK， 就是它是可以做。你们知不知道什么是 CRISPR-Cas？知道吗？那他们怎么样做 genome editing？ 为什么切掉可以做 genome editing？ 知道吗 ？CRISPR-Cas 是一个什么东西？它可以做 genome editing，right？ 它可以做基因编辑，它是基因模检，但是它为什么可以做？它怎么做？假设你今天有一个地方有所谓的 mutant。OK， 你的 DNA 里面有 mutant， 就是你的排列组合跟人家不一样，所以它就会导致遗传疾病。那为什么 CRISPR-Cas 可以让它修补来？知道吗？知道的话我就不用讲，不知道我就现在讲一下。不知道的举手。全部都知道呢，我就不讲啊。反正就是有两个标记，然后把那个错的地方标起来，把它切掉，然后你的细胞自己把它修好。为什么它会把它修好？OK， 好，反正你们都觉得你们懂，那我就不要讲啊。对 ，OK， 好，所以我们提到了这个是 three parents baby。 So what can be done to tackle mitochondrial diseases, like Leigh syndrome? Treating patients is difficult, but in some cases, the disease can be stopped before it's passed on. Mitochondria are inherited from the mother. If the mutation is in the mitochondrial DNA, this inheritance can be blocked. One approach is to combine the nuclear DNA from an affected egg cell with healthy mitochondria from another woman. The embryo would then have nuclear DNA from the original mother and father, and mitochondrial DNA from the egg cell donor. This has led some to call such potential infants three-parent babies. This technique is still very new, but it has recently been approved in the UK. It may be a controversial approach, but techniques like these could finally help combat these devastating diseases. OK， 所以在 UK 是合法的。那中国这边呢有做一些，他没有做到后续的这些在继续
移植到母体里面，然后再怀孕的过程，所以它只有在做早期的这个时候，比如说它就是拿细胞核，然后放到这个本来它是 mitochondria 的，就做刚才那个事情，把细胞核放到另外一个正常 mitochondria 的 egg 里面，然后呢，它就在显微镜底下，你看看这个精子嘛，然后这个卵，这些卵它是可以发育，它是可以分裂好几天的 ，OK， 所以我们常常会讲说，在做这些事情，它是可以发育几天啊等等，这就是这个的概念。你只要种进去，有可能一开始没成功，它就死掉；有成功，它就会在那边分裂到好几百颗细胞的那个我们就叫 non-pay blastocyst。那它可以在早期的这个过程里面是可以成功的发育到那个过程，但是它没有，至少报道里面它没有说它种到母体里面，好吗？如果它报道它就种到母体里面，它就会被抓，好吗？那个就不符合学术伦理，对。但它是说它可以在早期可以成功的一直分裂到那个时候 ，OK， 呀、yeah. 那其实，在最新的 UK，在2025年呢，其实有8个健康的宝宝 ，so far 就是用这样的方法，真的已经生出来了。那他们现在这个你们就知道最新的新闻是这样，然后他们的确是用这个 IVF， 哪里有 IVF？whatever， 你们知道那3个是 IVF，in vitro vertebrate in vitro fertilization 就是体外受精 ，OK， 就是用这样的说法，就是我刚才提到，它灌这一个DNA 细胞核进去，然后的确有8个健康宝宝就生出来，那现在他们还在继续的追踪下去 ，OK， 好，我们先讲到这边，休息5分钟，再继续回来。